主人满怀焦虑地反复呼唤着小狗的名字，但小狗却无动于衷，目光呆滞。明明正是最活泼好动的年纪，它却总是整天无精打采地躺在地板上，仿佛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。唯一能吸引它的似乎只有窗外的风景。베이글이 우울증이 있는 게 아닌가. 행복하게 잘 지냈으면 좋겠어. 这只令人心疼的狗狗叫白果，它是伯恩山犬和贵宾犬的混血。2年前，它被前任主人无情抛弃后，辗转来到了女主人家里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曾经的经历并没有让它对人类产生戒备，面对工作人员，它依旧展露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。天使般的性格让它非常喜欢和人类互动，大家丝毫没有感受到它身上有任何问题。但女主人却说，她并不会对其他人产生威胁，只是会整天躺在地板上，如同老僧入定般超脱尘世。无论监护人在房间里怎样走动，她都无动于衷。就连摄影小哥也感叹这只狗的与众不同。它唯一的运动就是在房间里换个地方趴着，主人的声声呼唤它总是充耳不闻。一动一静的对比显得女主人似乎在演独角戏。 베이글이 우울증이 있는 게 아닌가. 白果的磁场让人感觉沮丧又无力，它似乎要在地上躺到地老天荒。几个月前，女主人曾带它去医院做过检查，但医生却说它毫无异常，非常健康。静止状态下的它看起来楚楚可怜，但外出散步时又焕发了生机。它活蹦乱跳，如同一个孩子，自由的气息让它感到春风得意。女主人称，每天它都会散步2次，每次1小时，因为只有在外面时，它才不会忧郁，充满着活力。每当看到它如风般的身影自由飞驰，女主人即使跑得再辛苦也满心欢喜。然而当这一人一狗回到家后，那熟悉的躺平状态又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。和之前不同的是，它偶尔会起身望向窗外，似乎那里有不知名的东西极具吸引力。女主人表示，即便每次精疲力尽的散步回来，她依然会魂不守舍地眺望远方，甚至把鼻子贴近玻璃留下点点印记。有时候她真想精通狗语，听听白果到底在想什么，为什么她的种种行径会如此令人费解。为了给她解闷，女主人还备了若干玩具，但这似乎又成了一场自说自话的单人表演。无论她多么热情，白果都不为所动，甚至还扭头跑到了窗户边，痴痴地望着远方。监护人称，在她没来到这之前，一直是公婆在养，因为公公忙于工作，而婆婆总是腰痛，所以白果几乎没有外出散步的机会，在家里待着就成了她的日常。虽然现在为了弥补过去，女主人会尽力带白果出门，甚至费尽心思带她玩耍娱乐，但有些行为不仅没有效果，反而适得其反。 행복하게 잘 지냈으면 좋겠어. 진짜 베이글이 행복했으면 좋겠어요. 为了读懂他的新节目组请来了薛专家帮忙，他第一眼就被白果给吸引住了。一人一狗如同阔别已久的老友般亲切无比。女主人告诉专家，狗子总会无精打采地躺在地上，她十分怀疑白果是不是得了抑郁症，但专家却说，其实狗狗和人类一样，抑郁症会导致情绪起伏不定，甚至出现攻击性，同时心情也会时好时坏，不只是躺着不动那么简单。接着他列出了宠物抑郁症的种种表现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竟没有一条症状与他相符，而且每当提到散步时，他都会兴奋的手舞足蹈。由此可见，他并非一只患有抑郁症的狗狗。专家称，如果白果真是得了抑郁症，他是不会那么喜欢散步的，乃至于出门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煎熬。 베이글이 저렇게 하지 않고 어떻게 하고 있어야지 정상적이라고 생각하시겠어요? 监护人觉得，如果白果叼着玩具主动找他玩，这样才是散步后的正常状态。但专家却说，人们之所以带着宠物散步，是为了让他们回家后能做一个安静的乖乖仔。而监护人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他也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带白果出门散步2次，平均距离能达到2公里以上。专家说，其实对狗狗来说，散步的距离比时间更重要，而2公里也基本满足了狗狗的运动需求。至于白果为什么会每天望向窗外，女主人说，她每次出门都会避开别的狗，因为之前白果遇到同类都会极度兴奋，想扑上去，这对绝大部分狗狗都是一种负担，所以她会尽量带它远离其他狗，独自散步。薛专家表示，一般狗狗走路时会兴奋有3个原因，它们或是想打架，或是想宣示主权，或是想玩耍。而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白果属于第3种，想和对方玩闹。不过现在却没有一只狗狗愿意和它玩，尽管它十分想跟邻居家的狗狗成为玩伴，但那个大家伙却对它的热情无动于衷。专家表示，让白果不要对第一天见面的狗狗那么热情，就像人类很难和第一次见面的人成为好友一样。况且他们也表现出了性格不合的问题，如此一来，还是找一个志趣相投的狗狗当朋友较好。女主人说到，白果小时候是在济州岛长大的，但后来他被前任主人丢弃在荒野里，在被公婆捡到后就一起生活了1年半。在这期间，他基本上没有外出散步的时光，这对于如此爱运动的狗子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。所以从那时起，忍耐就成为了家常便饭，他的克制也达到了令人心疼的地步。专家表示，白果是一只非常听话的伴侣犬，很多狗狗出门散步是为了消耗能量，但如果它们没有把多余的能量消耗掉，就会通过拆家等行为来释放压力。而白果就算不开心，也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，这种极度的忍耐能力也让专家十分担心，因为它并不是那种很会表达情绪的狗狗，所以这对监护人就有了更高的要求。
他应该仔细观察爱犬到底想要什么。虽然白果很喜欢散步，女主人也做到了每天2小时的外出，但实际上她并不满足于这种程度的运动，而基于忍耐的个性，她会克制自己的欲望。每天心中的天人交战让她显得无精打采，而长久以来的情绪积压也定有一天会决堤。如何化解这一问题，就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事。虽然女主人也曾努力用玩具勾起她的兴趣，但专家却说白果觉得这样的游戏很无聊，因为不好玩，所以她一直无法打消想出门的念头。他建议在玩游戏时可以用夹子音吸引她，或者在扔玩具时加一些她感兴趣的动作。虽说大部分狗狗都喜欢玩扔球游戏，但显然白果不在这一行列。专家表示，每只狗狗都有不同的个性，研究出令白果喜欢的游戏也是主人的任务。很多人都知道带狗狗散步的好处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让它们精神愉悦的重要性。因为宠物狗在室内生活的时间更长，所以让它们在屋里进行更高级的游戏，享受成就感也尤为重要。如果它们能做一些需要动脑筋的游戏，这也可以增加很多趣味性。他首先准备了按铃器作为道具，如果他按照指令按下铃铛就会得到表扬，甚至也可以利用它让白果在家里动起来，这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游戏。当狗狗第一次看见这个道具时会有些陌生，此时主人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去等待它。如果它能自己主动靠近按铃，就可以给它零食，一来二去它就会知道原来碰触它就会得到奖励。接着专家把按铃器移到了远些的位置，如果它能再次触碰道具，就可以给它零食奖励。随着铃铛的不断变化，聪明的白果也知道了人类的意图，为了增加难度，他们又拿来了一个按铃器。此时只有他同时触碰2个铃铛才会得到奖励。好在他继承了父母超高的智商，第一次就理解了规则，得到了零食。专家称，如果以后家里到处都放上按铃器，那他压抑的情绪也可以成功得到释放和转移。接着主人用手接过零食，开始考验白果。在长达几秒钟的思考后，他并没有理解主人的意图。专家告诉监护人可以适当给他些提示，而在他用手触碰完铃铛后，白果也终于成功获得了奖励。专家说，以后可以在屋内各处都摆放些按铃器，只有当他都触碰到这些道具后，才可以吃到零食，这样在室内他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运动。意外的是，白果竟主动触碰专家的手，想继续游戏。看来他那沉寂已久的玩耍欲已成功被勾起。曾经那些唬人的小把戏他不屑去玩，只有攻克高难度的挑战才能获得成就感。薛专家为了让白果尽兴继续陪他游戏，他以腿为桥，用零食引诱他跳过。他如马戏团中的驯兽师般成功驯服了这只聪明的小狗，这不仅可以锻炼主人的腿部肌肉，还可以尽情地让白果释放天性。此刻他不再是那个压抑自己需求的苦行僧，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只快乐小狗。专家建议每次的游戏可以定时为10到15分钟，每天玩3次以上，直到他爱上了和主人做游戏为止。最后为了给他找到朋友，大家来到了室外，节目组也找来了和他性格相似的辅助犬哈利。当2只狗被解开绳子后，迅速擦出了火花，它们如同阔别已久的老朋友般，整个身心都透露着愉悦的气息。遇见趣味相投的朋友是十分难得的事，白果也尽情享受着这从天而降的情谊。不过看着2个小家伙有些兴奋过了头，女主人赶紧控制住了白果，此刻让他们中场休息后再玩耍更好。如何和同类朋友相处是白果要学习的事，如果他能在社区内遇到1-2只玩得来的朋友，那以后的日子想必也不会再枯燥乏味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他已经找到了和朋友轻松相处的方法，在室内的各种游戏他也和女主人玩得不亦乐乎。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不用再克制自己的情绪，打开自己的身心，他会发现原来爱他的主人一直都在那里。其实在很多方面，狗狗和人类都一样，有独处的能力怡然自得固然很好，但如果不甘寂寞，有3两好友推心置腹也很不错。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，不再迷茫，生活中才能处处见到阳光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